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看到和先前3道巨门一模一样的东西，雷音等人正准备施展攻击，萧炎熟悉的声音突然从中传出：“别动手，是我。”萧炎站在死寂之门上，让雷音等人都跟着他。死亡之界虽然诡异，但他们用来构建大阵的死寂之门被他抢走了一扇，因此大阵并不完善。他们只要从大阵最弱的方向冲出去就好。萧炎身下的死寂之门将大军上方的死亡气息尽数吸走。雷莹和严禁等人心中十分庆幸，若是没有萧炎抢到手的这扇死寂之门，今日联军必将受到重创。魂族强者发现这边的动静，弥漫天地的死亡气息化为一只数千丈庞大的死亡巨手，一巴掌狠狠地拍向联军。萧炎和小一出现在天空，小一嘴巴一张，铺天盖地的净莲妖火和死亡巨掌狠狠地碰撞在一起。同时，萧炎手印一变，再度施展出黄泉天怒。在黄泉天怒的冲击下，弥漫空间的死亡气息都被震散。一方略显暗淡的无形空间出现在联军前方不远处，无形空间之后的身影正是浑元天。萧炎让雷莹和严禁一同出手，轰破这片空间。面对数名顶尖强者的狂轰猛炸，那道无形的壁障发出一道道清脆声响，轰然爆炸。壁障一破，天地间的死亡气息迅速消散，阳光再度倾洒而下。天空上其他3名枯瘦老者脸色惨败，皆喷出一口鲜血。他们明白，今日想要重创联军的事，怕是就此流产了。虚无吞炎的脸色迅速阴沉，他怒气冲冲地问浑元天4人怎么回事。干瘦老者苦笑一声，如实说萧炎抢走了浑元天的死寂之门。虚无吞炎眼中凶芒大盛，这么重要的东西竟然会被人抢走，留浑元天还有何用？他一掌将本就受伤的浑元天打得气息直接萎靡。虚无吞炎在魂族中的地位几乎能够和魂天帝媲美，没有他，魂族就不可能一直延续至今，所以浑元天只能咬咬牙，沉默地承受这一掌。干瘦老者叹了口气，出面劝解虚无吞炎。联军的损失并不大，但他们4人已经消耗了体内的生机，无法再度施展死亡之戒。若是这时候再将浑元天击毙，对魂族来说损失有点大。就在魂族强者沉默时，他们的耳边突然响起魂天帝让他们撤退的声音。虚无吞炎狠狠地瞪了一眼浑元天，而后他深吸一口气，身体突然疯狂膨胀，铺天盖地的黑炎涌出，眨眼间就席卷了整个天地。看到这边的动静，小一粉红色的净莲妖火也形成一片巨大的火幕，将联军尽数笼罩住。虚无吞炎低吼一声，他庞大的身体突然炸开，一个飞快旋转的黑炎黑洞出现。黑洞成型后，魂族的强者二话不说就冲了进去。眼看魂族人要跑，雷音等人迅速升空，一道道雄浑的斗气轰向黑洞。黑洞中的虚无吞炎冷哼一声，他的吞噬之力将那些攻击尽数吞下。萧炎手印一变，施展出黄泉天怒。黑洞被灵魂冲击正面击中后，剧烈的颤抖了一阵，一道闷哼声传出。显然虚无吞炎也吃不消这样的轰击。眼看黄泉天怒有用，萧炎让雷影等人跟他一起出手。联军真正的强者迅速升空，全都施展出自己最强的攻击。面对如此可怕的攻势，黑洞中传出虚无吞炎的骂声，这种阵仗即便是他也承受不了。就在那些攻击即将落在黑洞上时，脸色阴沉的魂天帝闪现，他的双掌猛地一撕，一道数万丈庞大的空间裂缝爆开，将萧炎等人的攻击尽数吞入。萧炎身旁的空间一阵波动，披散着一头长发的古猿出现。魂天帝阴沉地盯着萧炎，脸上布满了杀意。随后他将目光转向古猿，这一次算他们好运，等他进入斗帝时，便是远古3族以及天府联盟覆灭之时。黑洞散去，魂天帝充满反派言语的声音在这片天地响起：古猿，等着吧，等下一次再见面时，你们定会在我的脚下颤抖。古猿一直以为古族即便不可能打败魂族，也应该和他们不相上下，可今天残酷的事实告诉他，他们古族远不是魂族的对手。魂天帝曾经说过，萧族败亡时，整个大陆便再无任何势力能够跟他们抗衡。可惜直到如今，古猿他们才认清这个事实。若是萧族依然存在，就算再给魂族几个胆子，他们也不敢掀起这场大战。
如今魂族已经得到了驼舍古地狱，接下来他们肯定就要探测古地洞府。古元决定自己亲自出手监控魂族，一旦他们的强者出动，就暗中跟上，等找到古地洞府，他们必然会爆发最终大战，到时候即便是拼得双双毁灭，他也绝不会再让魂族得手。一旁的雷音和严禁也都点点头，他们也很清楚，洞府一战若是再度失利的话，所有人的下场将会和其他消失的远古种族一般，胜则存，败则亡。萧炎提议这段时间让大军停留在天府联盟，严格查探魂族的举动，顺便将魂殿在中州上的所有据点都拔除掉。见古元等人都同意了，萧炎看向药老，大军的事便交给他们来处理。药老笑着点点头，他告诉萧炎，在大军出动前，天府联盟盟主的位置就转给了萧炎。这个位置现在的萧炎比他合适的多。在给药老等人交代好后，萧炎突然转头看向彩铃和薰儿，轻声让他们俩跟他走。彩铃和薰儿意识到什么之后，脸颊顿时泛红，面对千军万马都不怕的他们，心中竟然有些紧张。两人对视一眼，互相打气后才轻咬银牙跟了上去。萧炎来到肖战所在的山峰上，他关心地问肖战没事吧。看着面前略显消瘦的儿子，肖战的心中满是自豪和欣慰。他粗糙的大手拍了拍萧炎的肩膀，当年所有人都认为这个萧家曾经的天才将会颓废至底时，只有他固执地相信少年终有一日会翱翔9天。望着肖战苍老了许多的脸，萧炎心头忍不住有些心酸。他强作笑意，侧开一些身子，露出自己身后的倩影。俏脸绯红的薰儿冲着肖战行礼，轻声向肖战问好。肖战一怔，而后满脸惊喜，这可是他当年物色的最满意的儿媳妇。只不过薰儿的身份让他明白那不过是痴心妄想罢了。为此，肖战当年没少敲打萧炎，让他跟薰儿别陷得太深。萧炎凑近肖战，笑着说：“薰儿现在可是他们萧家的人了。”肖战惊喜的一巴掌拍在萧炎背上：“好小子，果然没让你爹失望。”他们两人的话让薰儿脸颊顿时羞红，越发的明艳动人。肖战开心了一会儿，目光突然看向一旁变得文静了许多的彩铃，他问萧炎：“那这一位？”萧炎干咳了一声：“这也是您儿媳妇彩铃。”肖战脸皮抽了抽，随后偷偷对萧炎竖了个大拇指。面前这两人都是倾国倾城、祸国殃民的级别，萧炎能将他们俩降服，这可真不是一般的有本事。听到萧炎说彩铃另外一个名字是美杜莎女王后，肖战下意识地哆嗦了一下。美杜莎女王的凶名在加玛帝国可谓是人尽皆知，他的心头依然残留着一种源自当年的惊惧之意。彩铃冷冰冰地瞪了萧炎一眼，警告他少拿以前的事来说，而后他冲着肖战嫣然一笑，让他叫自己彩铃就好。萧炎忍不住笑着对肖战说：“先回天府联盟吧，您的孙女也在那里等着呢，到时候他再把大哥二哥叫过来，他们一家就团聚了。”肖战张了张嘴，一时间心头感慨万千，自己这小儿子办事也太快了吧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啦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